有個荷蘭人花了3個月，造了一台永遠無法完成工作的機器，不是因為它壞了，而是要讓它轉完一圈，需要的能量比整個宇宙還多。你沒聽錯，把太陽燒光，把銀河系炸了，把所有黑洞榨乾，都不夠讓這台機器完成一次運轉。更離譜的是，這台機器現在正在轉，而且每一個零件都運行完美。它到底是什麼原理？為什麼全宇宙的能量都餵不飽它？往下看，這玩意兒能徹底顛覆你對大這個字的理解。造這台機器的人叫 Daniel De Bruyn，2020年3月1號下午2點52分。他算了一下自己活了多久，發現正好10億秒，差不多31年08個月。一般人過生日按年算，這哥們兒非要按秒算，算完還想搞點大事情慶祝一下。於是他造了這麼一台讓人頭皮發麻的機器，100個齒輪排成一排，用電機帶着轉。原理特別簡單，簡單到你一聽就懂。第一個齒輪轉10圈，才能帶動第二個齒輪轉1圈，第二個轉10圈，第三個才轉1圈。就這麼一級一級減速下去，一共100級，聽起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，對吧？那你猜猜看，要讓最後的齒輪轉完整的一圈，第一個齒輪得轉多少圈？答案是1後面跟100個零那麼多圈。這個數有個專門的名字叫古戈爾。古戈爾這名字的來歷挺逗的。1938年，有個美國數學家叫愛德華·卡斯納，他想給這個巨大的數起個名，自己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，就隨口問了自己9歲的外甥，小孩正看漫畫呢，頭也不抬說了句 Able Google， 就這麼定了。數學史上最大的數之一，名字是個9歲小孩隨口瞎編的。後來那個著名的搜索引擎也想用這名字，結果創始人注冊域名的時候手一抖給拼錯了，變成了 Google。 所以嚴格來說，谷歌這名字是個筆誤，歪打正着，火遍全球。回到正題，古戈爾到底有多大？我換幾個說法，你感受一下。科學家估算過，整個可觀測宇宙裡所有的原子加起來大概是10的84方個。注意啊，是原子組成物質的最小微粒，不是星星，不是沙子，不是分子，是原子。把930億光年直徑的宇宙拆碎了一个一个數，也就這麼多。而古戈爾是10的100次方，比宇宙裡所有原子還多多少？1萬億億倍。所以這台機器要完成一次工作循環，第一個齒輪轉的圈數得比宇宙裡的原子還多。能量從哪兒來？把整個宇宙的所有物質全部轉化成純能量。按愛因斯坦那個 E 等於 mc 方算都不夠用。這就是開頭說的，為什麼全宇宙的能量都餵不飽這台機器。有人說，那這機器到底能不能動？能動，當然能動。Daniel 給他接了電機，第一個齒輪轉得飛快，1小時能轉幾千圈，但你順着往後看，第二個齒輪明顯慢了，第三個更慢，第4個、第5個越來越慢，到第10個左右，肉眼就完全看不出它在動了。Daniel 說過一句話特別有意思，他說這輩子頂天了，也就能親眼看見10個齒輪在轉動。至於最後那個第100個齒輪呢，它當然也在轉。物理定律告訴我們它必須在轉，但這個轉動小到什麼程度？比一個原子核還小75個數量級。打個比方，原子核已經小到人類任何儀器都沒法直接看到了，而這個轉動角度比原子核還要小1億億億億億億倍，在任何物理意義上，它壓根兒就沒動過。說到這兒，我得提一下這玩意兒的祖師爺。1992年，有個美國動力雕塑藝術家叫 Arthur Ganson， 在麻省理工當過駐校藝術家，他做了一台類似的東西，叫混凝土機器，12對渦輪渦桿，每級減速50倍，電機轉速每分鐘200轉，算下來最後一個齒輪轉完一圈要多久？2萬億年。什麼概念？宇宙從大爆炸到現在才138億年，太陽再燒100億年就該熄火了。2萬億年夠宇宙毀滅好幾輪的，所以這哥們兒乾脆把最後那個齒輪澆進了一塊混凝土裡。他的邏輯是，反正他這輩子下輩子都不可能轉，就讓他實實在在待着吧。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，一頭電機嗡嗡響，齒輪飛速旋轉，充滿了機械的力量感。另一頭是一塊灰撲撲的水泥疙瘩，裡面埋着一個永遠靜止的齒輪，安靜的像座墳，
剧烈的運動和絕對的靜止，就這麼通過一串金屬齒輪連在一起。而 Daniel 把這個概念推到了極致，他用100個齒輪做出了谷歌2:1的減速比。這時候我們來做個思想實驗，如果反過來，我去轉最後那個齒輪，讓它帶動前面的，會怎樣？理論上，你轉最後那個一圈，第一個就得轉谷歌2圈，只要最後齒輪稍微動那麼一丟丟，第一個齒輪邊緣的線速度就得超過光速。但愛因斯坦告訴我們，任何有質量的物體都不可能達到光速，所以實際結果是你根本轉不動它，不是齒輪卡住了，不是機械故障，是整個宇宙的物理定律不允許你轉它。來做幾個對比，讓你更直觀感受一下谷歌2有多離譜。假設從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起，你就坐那兒數數，1秒數一個，數到今天138億年過去了，你數了多少？大概4乘以10的17次方，聽着挺嚇人，離谷歌2還差83個零呢。再換個算法，讓全世界80億人一起數，從宇宙誕生數到現在，每人每秒數一個，所有人數過的數字加一塊大概是10的27次方，離谷歌2還差73個數量級。我再打個比方，你就徹底明白了，一粒沙子和整個可觀測宇宙比大小差多少倍，大概差27個數量級，也就是1000億倍，已經是人腦能想象的極限了。而我們全人類數了138億年數出來的數和谷歌2之間的差距是70多個數量級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離谷歌2的距離比一粒沙子到宇宙邊緣的距離還要遠得多得多。這台機器牛就牛在這兒，它把一個寫在紙上毫無感覺的數學概念變成了一個你能看、能摸、能聽見聲音的物理裝置。你站在它面前，看着那100個齒輪一字排開，第一個瘋狂旋轉，嗡嗡作響，最後一個紋絲不動，仿佛時間凝固，你就能真切地體會到什麼叫大到失去意義。人類的腦子是幾百萬年進化出來的，進化的目的是對付日常生活，打獵、採集、躲避猛獸，幾個、幾十個、幾百個，這些數我們能理解，但指數增長這東西一上來，我們就徹底傻眼了。這就是為什麼複利投資、病毒傳播、AI 的發展速度，這些事兒總是讓人措手不及。因為我們的大腦天生就不是為理解指數而設計的。谷歌2齒輪就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人類認知的天花板在哪。我們能輕輕鬆鬆寫下10的100次方這幾個字，但我們永遠沒辦法真正搞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麼。有句話我特別想說，宇宙很大，但數學更大。宇宙有邊界，數學沒有。我們這輩子可能都走不出太陽系，但我們的思維可以觸碰到宇宙都裝不下的數字，這大概就是人類最浪漫的地方。